提起小说影视化最意难平的角色，你第一个想起的是谁呢？苍兰诀中的长恒仙君，明明他才是第一个出现在小兰花身边的人，却注定他们无解。如果小兰花不救他，他就不在了。但是小兰花救了他，就遇到了东方青苍。身为天界战神的他，背负了很多的责任。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护住小兰花，同时自己也和神女有婚约，所以消除了他的记忆，把爱意悄悄地放在心底。他不能像东方青苍，可以不顾一切地走向小兰花。他爱得严忍又克制，同时又有着太多的顾虑。他考虑兄长，顾及苍生，担心水云天，所以只能和小兰花生生错过。同时他也不知道小兰花就是神女。等到他发现真相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小兰花对他已经没有了感情。周生如故中的周生辰，一句臣此一生不负天下，为负11，臣此一生不负天下，把他们之间的爱推向了顶峰。他不仅有为将者的大义，也有为君子的风致。就算有着所有人都忌惮的南陈王君，却没有人相信他会反叛，因为他中的从来都不是皇帝，只是希望百姓安居乐业，炊烟不断。但最后却倒在了申公的鸿门宴中。明明周生辰和11彼此都知晓对方的心意，但因为师徒身份责任和礼教束缚，导致不能说出口。而周生辰对11的心意藏在他一次次打破原则的细节中，直到最后，周生辰也不知道自己拼命守护的爱人也从城墙一跃而下。世间也因此流传着小南陈王一生无妻无子，却与储君之妃屡传隐秘情事。南陈王府也无一人圆满长相思中的相柳，世人皆知他是凶神恶煞、残暴不仁的九头怪，却无人知晓他的爱。知道自己陪不了小妖很久，教小妖射箭，让他有力自保；屡救徒申请，让他有人可依，为他37年心头血，让他能在沧海遨游有处可去。所有人都有着好的结局，可唯独那天只有相柳一人战死沙场。其实在相柳教小妖射箭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俩再无可能。相柳的一句别做大王姬了，我们一起四处流浪去吧，小妖说的那句好啊，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当时两人之间的沉默也就注定了他俩之间的命运。其实最遗憾的不光是相柳的结局，更是他那磅礴的爱意无人知晓，希望另一个世界的他可以活得肆意潇洒。楚乔传中的燕洵，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角色没有多么的喜欢，但是在看到目睹了自己家人身首异处，还要被宇文怀侮辱时，那个意气风发的世子，在九幽台事件之后，眼中只有全蒙血恨的暴君，满心的都是复仇，这也就导致了他和楚乔的感情线还没有展开就已经结束了。两人因为仇恨相聚在一起，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而且因为秀丽君的问题，燕洵和楚乔就开始有矛盾了。但是楚乔和燕洵被关在莺歌小院3年的时间，让燕洵早就深深的爱上了他，但是楚乔对他就更像是亲人。慢慢的，因为理念的原因，楚乔也离开了他，而燕洵也变成了他最讨厌的那种人。延禧攻略里的富察傅恒，我现在想起这个角色，是还会心痛的感觉。其实刚开始我没想写这个角色的，但是我还是下手了。因为剧中出场最早的是他，结局最惨的也是他。他和魏璎珞相识在紫禁城中，这也就注定了他俩很难走到一起，因为那里从来都不是有爱的地方。在皇帝的逼迫下，魏璎珞宁愿跪遍整个紫禁城，也没有承认自己没爱过傅恒。第一次你去告诉富察，傅恒说你从未真心喜欢过他。第二，紫禁城下第一场冬雪的时候，3步一叩，生生认错。可是傅恒也不知道，当初的他听到的奴才罪该万死，其实是一场最盛大的告白。那个想用军功换一个人的人都被我弄丢了的人，最后却为了救璎珞死了。年轻的傅恒无法真正的理解璎珞为啥有那么深的执念，但是之后他是可以理解的。他用了一生在等待他，用了一生在复仇以上的每一个角色，不管哪个单拿出来都是可以哭一场的程度，甚至还有着和之前不一样的感触。除了这几个角色，还有哪些是让你觉得意难平的呢？杨紫的荧幕 CP， 哪个才是你心中的甜蜜天花板？从电竞大神到温柔医生，从虐恋帝君到千年白蛇，他的每一次搭档都让人心动不已。童颜夫妇李现和杨紫在亲爱的热爱的中甜蜜暴击，冰山电竞大神遇上萌妹学霸，7月限定甜蜜升级，二搭权谋剧 CP 感依旧爆棚。而余生夫妇则是肖战和杨紫在余生请多指教中的温柔邂逅，从误会到双向奔赴，每一个细节都糖分超标，简直是现实情侣的模板。沉香 CP 程毅和杨紫在沉香如屑中的虐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玩心跳忘川的宿命纠缠，两人的演技层层递进，观众直呼般配宣白夫妇任嘉伦和杨紫在天机之白蛇传说中的千年羁绊也是虐到肝疼，断桥为要雷峰塔诀别等名场面
至今让人难忘。战地 CP 霍建华和杨紫在战长沙中的乱世情缘，更是堪称 B 一美学巅峰，军官与少女的生死相守，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的交织让人泪目。而妖精 CP 邓为和杨紫在长相思中的温柔守护与坚定选择，也是让人心动不已。龙骨预定情防风、被抢婚等情节，更是让他们的 CP 氛围感十足。杨紫的每一次搭档都让人心动不已。哪个 CP 才是你心中的甜蜜天花板？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吧！